加萨的悲歌最近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哦，因为很希望这样子的悲剧赶紧落幕，但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又一场这个妻离子散的破碎故事。我们看到央视新闻有这样一篇哦，在加萨有的孩子其实他接种完第1剂疫苗，还没有等到第2剂疫苗就被炸身亡哦。一名加萨父亲呢，他是35岁，他是一名丈夫跟4个孩子的父亲，但是呢，以军的炮弹落在了他们家的容身之处，他的妻子、小孩4个孩子全部都死亡了。整个家族现在算一算，已经失去了10名家族成员，而且大多是小孩哦。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悲痛。你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一夕之间，他从一家人，大家甚至一起逃难，还有一个彼此的精神支柱，到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那一种感觉，那一种悲凉，那一种无助感。他就说，炮弹因为击中了他的孩子跟妻子所在的地方，心碎的父亲只能一个人面对他接下来只剩世界上剩他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哦。那孩子们的衣服啊、鞋子啊、碎片啊，这样散落满地，这其实可以看出来加萨的父母们他们心碎的那一面哦。你看看这样的一张照片，孩子们在逃难，然后鞋子呢都已经这样子碎裂了，可能要踏着这些这种崎岖的路面，然后要躲到安全的地方。但是现在加萨也开始降温了，可是现在在逃难当中，孩子们衣服很单薄，都暴露在这种险恶的环境当中。其实讲起来非常有感，因为像现在台北也开始在降温了，我们将心比心，光是用想的就觉得很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不人道的事情在加萨一直在发生，可是却没有人真的有能力影响以色列的人出来阻止这件事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哦，美联社他们拍摄到的以军的飞弹是怎么样炸毁楼房的，浓烟碎片瞬间这样子飞散啊，从天降落下来的那一瞬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阳台啊，随着建筑物应声倒塌。那这一瞬间被美联社记者给拍摄下来，现在就连很多西方的记者都已经非常不忍了，看到这样子加萨面对到的状况，黎巴嫩遇到的状况，他们都用自己的镜头想要把这些讯息或者是画面真的是传递到世界上更多地方，而不是说好像西方某些媒体控制着他们底下的记者。前一阵子也是有 BBC 记者跳出来说，他们被要求要报道某种方向，可是他真的受不了，他出来匿名来陈述出他怎么样受到西方媒体机构的一个压迫。那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当然没有要踩刹车，甚至更强硬。格朗特他就说炸完伊朗，让这个世界看看我们的能耐哦。他就还发了影片，向以色列的空军人员讲加冕。他说，我们空袭伊朗之后，全世界就看到我们以色列军的能耐。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空军是很厉害的，可以这样子瞬间一天之间这样子起降非常多次。可是这个能耐代表了什么呢？代表我们真的对以色列是竖起大拇指，还是我们觉得以色列应该要踩刹车呢？那你看看现在他还扩大打击真主党，48小时内击杀了3名他们的指挥官跟70名的武装人员。那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军事行动，他们要朝着军事目标这样不断的打击。可是我们全球看到的是说，那一些无辜的人在这些战火当中，到底谁重视了呢？联合国讲最新的报道显示就算战争明天结束，其实加萨也好啊，黎巴嫩也好，需要重建的时间不是数十年，而是以100年为单位他们预估大概要200-300年才能够重建那现在伊朗呢，也是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金砖峰会伊朗的总统这个佩泽西奇扬，他也有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碰面了。习近平有提到说，中方支持伊朗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跟民族尊严一起来深化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关系。那他也跟这个伊朗跟沙国现在准备要来举行联合军演，昔日的世仇现在却为着伊朗面对到这个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威胁，他们已经决定要站在一块儿了。那我们看到法新社讲，伊朗的媒体讲说，他们已经正在规划这红海接下来举行军演的一些细节。那截至目前为止，伊朗还没有提供这个具体的内容跟时间点，但是呢，现在
整个中东已经开始弥漫着受不了以色列，大家纷纷过去的仇敌、过去的对立面，全部通通站在一块，面对美国、以色列这样子一个强大的力量。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介老师怎么看？各位大概刚刚电视荧幕上也看得很清楚了，以色列是什么攻打黎巴嫩啊？我再声明一下，黎巴嫩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派自己的军事人员就去把人家的国家炸成那个样子，而且他显然不是攻击军事目标嘛，他也不是攻击这个军用机场，也不是军用海港，那个房子基本上就是民房，对，就是人民的公寓住的公寓。这种打法就是用美国的钻地弹，他用精准大弹直接打这个建筑物的底部，它其实是除了房子要毁他认为地底下也有这些，所以都是炸这个底部，然后都是2枚3枚一起打到那个底部，所以他把你的基础全部打掉，然后呢，这个炸弹炸得很深，然后呢，上面的建筑物就整个垮下来，这一直都是这样打法，只是因为它是在黎巴嫩基本上的话，他们还是有这个对外传播的能力啊。那打这个加萨的时候就没有，加萨的时候以色列是关起门来就用这种方法打。现在你要去加萨，你很难看到一栋完整的房子，基本上从南到北所有的这个建筑，它大概都被摧毁光了。大型的建筑也是整个就是从钻地弹把你的基础打垮，然后整栋房子就降下来。那这里面以色列为什么要打这些民房？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真主党的一个领导人住在里面。或者这里面可能地下室可能藏有真主党的弹药，那他就打。可是问题，这一栋建筑里面有100户人家，95%都是一般平民百姓，男女老幼、老弱妇孺都住在一起。可是呢，他一个炸弹下去，全部完蛋，住在里面全部完蛋，而且没有预警的啊。像刚刚那黎巴嫩的这个民房，它是没有预警，事先不告诉你的啊，它只是大略的在这边发一个传单，就是说，你们住在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这些人民啊，我警告你哦，你们现在住这里不安全，我劝你们最好赶快搬到利塔尼河以北5公里的地方去，然后呢善尽告知义务了吗？然后就有一天。每一天突然你住的房子就一个炸弹从下面把你整个炸死了，然后呢，军事人员有没有上网不知道，人民死伤一缸子。可是他这种警告已经造成现在有数十万的这些黎巴嫩人民已经去逃难了，所以这个打法跟在这个我认为跟在加萨走廊打法完全一样。那为什么他现在敢把它复制到黎巴嫩？就是他打加萨走廊的时候，国际社会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美国这些钻地弹10个有8个都是美国给他的，所以呢，你说到底是以色列要负责任呢，还是美国要负责？这个大家自己想一想吧。好，请教杨老师，就帮大家再整理一下，整个加萨被围困的之后，在就是去年10月7号之前，总共有230万人口，而这里面其实将近一半是18岁以下的儿童。到现在为止，哈马斯用1天去做恐怖攻击，杀死了以色列1135个人。以色列用超过1年，每一天在轰炸、屠杀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到现在已经死亡来到43552人，当中儿童有17000人，超过10万人严重受伤。在2天前的时候呢，联合国发展计划他就提个报告，他过去2个礼拜在整个加萨做很初步的调查。他说加萨大概已经回到了70年前的情况，好，70年前的情况。然后呢，经济完全至少缩水一半以上。那74%的现在还存活的人口是低于贫穷线的，低于贫穷线就是非常困苦，要靠援助的。87%的住宅被炸毁，80%的商业区消失，87%的学校，而34间医院里面已经有1半17间已经失去功能。所以
到目前为止，各位知道以色列在加沙丢了多少吨炸药？7500吨，而这里面美国给予的超过了180亿美元的炸药，然后呢，让整个加沙已经在初估大概经济损失来到了330亿美元以上，加起来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种族灭绝，它就是一个大屠杀。现在在脸书上面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节目。现在脸书上面在对加沙的事情在做严格的限制，已经有这样子的西方的报道跟中东的报道都出来，限制这些刚才你提到的这些，甚至从记者到一般人谈到过于清楚的这些数字跟死伤。而你不要说，那现在这个目标转到了去打这个就是说北加沙，过去3个礼拜已经死亡了640个人。然后当然他又扩大到黎巴嫩南部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巴勒斯坦也是主权独立国家143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他在以色列里面被以色列种族隔离，现在接近种族灭绝大屠杀，是不是？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犯的错误，我谴责他，但请问你谴不谴责以色列？你谴不谴责以色列到目前为止做的这些死亡的人数？是不是？你美国谴不谴责？那他现在看起来，如果川普当选的话，他可能一直会要到川普就任以前，他还是会持续这些动作。而这些动作再加上现在天气变冷，对不对？那然后呢，到黎巴嫩呢，他开始在做大量的这个轰炸地面上的这个占领。我个人觉得，以色列真的就是想要占领加沙，要把它变成另外一个约旦河西岸，分成 A 区、B 区、C 区，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就让你加沙人住那边，你自己自管自己；另外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就由以色列来管这些警察；另外一部分以色列甚至将来可能会屯垦、占领，他不会让整个加沙再还给你，完全的退出来，那再变成所谓的恐怖主义的温床。但实际上这些年我们证明到，以色列已经是一个屠杀凶手的温床。请教将军。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对黎巴嫩地区是杀戮太重，但是美国在这方面没有约束，这个是人不意外。但是问题是在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另外换个地方，乌克兰战争，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一方面的这种杀戮，他挺乌克兰，但在这边的时候，美国是从来没有被挺过这个巴勒斯坦或者挺过黎巴嫩。因为他们都被受害，以色列严重的犯了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屠杀罪，还有的就是这个大量的他这个不分就是我们讲的不分哈马斯组织、不分真主党，他连这些老弱妇孺都一样杀，变成这个样子，这违反人类罪是这个样。但是美国没有任何约束，所以在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我们要，这是国际的社会越来越抵制以色列，越来越抵制美国在对以色列的支持，变成这个状况。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将来在这个世界上对以色列的这一方面，以色列的这国际地位了，这样来看一定大受伤害，因为他整个国家的战略的方向是错误。他把哈马斯、把巴勒斯坦几乎快打灭、打残，甚至打绝了。现在对了黎巴嫩也是类似这个状况，他又把反正周边的国家一定要非常弱下去，甚至消失。像巴勒斯坦，他已经根本没办法，怎么帮他建国？他已经没有力量，没有人了，怎么去建国？变成空的。他越建国越打，变成这个样，就整个巴勒斯坦就亡掉了。那巴勒斯坦当然有一部分的人当初移民到黎巴嫩，那现在黎巴嫩又被打。所以看来巴勒斯坦人就没有这个种族，慢慢就消失了。这是非常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面向是这样。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消灭巴勒斯坦人，然后再消灭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第二次制。所以以色列将来会现在对这个伊朗会不会做报复？时间的问题，绝对会做报复。那做报复的伊朗会不会实施反报复？当然会做反报复。我认为伊朗的底气是够，因为它的国家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广大。人口8800多万，人口非常的众多，他的底气是够的，而且又没有在以色列旁边，谁在当以色列的邻居，
这个国家命运就麻烦了。你看呢，都包含东边的约旦，约旦都不敢闷不吭声，变成这样。那埃及西奈半岛吭都不敢吭，因为一吭就得挨打。所以只要做以色列邻居，就是2个字：倒霉，就这个状况。但是我看目前只有唯一的伊朗没有做以色列邻居，所以他底气是够，又有俄罗斯，又有中国大陆的支持，所以再这么又有国际力量对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这一方面的支持，所以我要认为以色列想要对这个伊朗占一些便宜，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可能没那么容易，也没那么简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立刻来关注一下金砖峰会哦。那当然，现在大家讲说中国大陆就是金砖的毛哦，因此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一番话也是等于替金砖峰会定锚。他提出了5大金砖。那习近平讲到了，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哦，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所以共同来谱写大金砖合作。大金砖呢，包含了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还有人文金砖5大目标。那这个习普进行会晤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中俄双方的关系。那他提这个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友谊是不会改变的。同样的呢，这个大国担当也是不会改变。那这个普京的回应是说，过去75年，其实中俄已经发展成新时代全面战略的协作伙伴，也树立了大国关系的典范呐。那其实这一次中国大陆等于说非常高调的要来挺普京举办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嘛，那世界各国的媒体也都非常的瞩目这件事情哦。这个画面我们来看一下，当金砖峰会的这个媒体，这个等于说记者所待的这个媒体区哦，他们看到了中方抵达机场的画面的时候呢，全球媒体是纷纷站起来，拿起这个手上的相机啊、手机啊来进行拍摄哦，因为这个是算是这一回金砖峰会的最大贵宾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普京也讲，金砖峰会、金砖集团其实凸显出来多极世界哦，来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因此呢，他也现在提议要创建金砖国家的谷物交易所。这一次呢，中俄其实结算也是大家一大关注重点。那接下来的这种金砖支付可能也可以绕开美元主导的这种石油美元系统哦，也是现在大家给予一个非常高的期待，不再是由美国来主导这个世界的经济哦，不再是唯一。那除此之外呢，中俄的关系越走越近。中印也是这一次的另一个亮点哦，因为印度好像本来一直站在美国这一队，好像跟中国大陆有边境上面的一些矛盾，但是你看这个5年来首次的习墨会，等于也已经打破了中印之间的僵局哦。双方在这一次的碰面之前，也针对边境问题达成了共识，算是和解啦。那习近平讲说，双方应该要加强沟通合作哦，来稳妥的处理矛盾分歧，互相成就发展梦想。那这个莫迪有讲说，维护边境和平现在是目前的首要的任务哦。那很多印度的媒体也是非常期待啊，说中印两国其实在很多领域都可以好好合作的，希望能够在多领域破冰。那印度的印刷报甚至以此为题来分析管理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啊。印度的经济时报也讲说，印中关系缓和哦，其实现在大家也看好这个缓和，代表着市场电子上面的商品啊，制造业企业的前景啊，都有受到激励哦，甚至反映到股价上头。那这个中印两方呢，习普他们都强调了对于多极化世界的一个渴望哦，也就是当前全球秩序不能只是原本的美国说了算，美国来定调。那再来看看这个普丁跟莫迪，其实他们也有见面哦，甚至本来他们这个俄罗斯跟印度关系就挺好的。普京还说了这一段话，我们来听听。У нас та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что я считал, что вы и так все понимаете. हमारे इतने रिश्ते हैं कि मुझे ऐसा लगा कि आपको कोई अनुवाद नहीं चाहिए.
对，好像印度现在慢慢的脱离了美国这一个阵队了哈。那我们另外看看，现在联合国的这个古特雷斯这一次出席哦，也是大家非常瞩目的，因为代表本来在俄乌发生战争之后呢，制裁俄罗斯，可是这一回联合国的古特雷斯却是联合国秘书长这样的出席，也代表另外好像翻篇的一个页章。马凯硕有提到啦，这个金砖国家是日出俱乐部。对比 G7， 我们来听听。Well, I think certainly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 that both China and India belong to is BRICS, and you can see that that this is one club that is a sunrise club. Everybody wants to join BRICS. Lots of new members. The G7, by contrast, which used to run the world, is a sunset organization. Its power and influence is diminishing. 好，美国一直搞围堵政策，不但是很多西方国家受不了，连很多西方企业都受不了了。你看现在库克大动作去到中国大陆，跟这个中国工信部长见面啊，也说要加大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另外一个是艾斯摩尔的这个 CEO， 他就质疑啊，他说美国一直在限制对华出口晶片呢。他说你看一下地缘政治的格局，我们认为很明显，美国会继续向他们施加压力。但问题是，这是正确的吗？这真的跟国家安全有关吗？也是这个大受影响，吐苦水。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这次金砖峰会哈，美国的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中文版他就讲，他说其实这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跟俄国哈，那么一起来结合起来哈，对美国为首的这个G7 集团实施一种这样对抗的一种姿态。那当然啦，他也说这次其实虽然这个地主国是普丁，可是他这个形容的很惟妙惟肖，他说，可是习近平会是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出现在会场。那意思就是说，其实金砖国家现在虽然有10个会员国扩容以后，可是真正里面的巨人还是中国，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体那远超过其中的这个金砖会员里面第2名、第3名，对，14兆美元的这个跟这个俄罗斯不到2兆来讲的话，那中国的体量。那在金砖里面自然是举足轻重的，所以这次里面在会议里面这个其实普丁希望达成的这个怎么讲呢？最主要的目标它有2个，一个是什么？就是刚刚提到的，他希望能够建构一个美元这个SWIFT 体系以外的另外一个国际跨境交易的支付体系。那现在还没有很明确，就是说它到底的这个形态是什么？不过各界的报道大概已经猜出来它的一个形态，就是它会是一个所谓的叫做Brick Bridge， 就是说金砖桥这样的一个以各国的央行为核心的一个所谓的数位货币的一个交换机制，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双方的，就是说金砖加入这个所谓金砖桥机制的国家它可以不再透过 SWIFT。也不再透过这个使用美元，用本国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数位货币跟交易的国家的央行以做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所谓的这些价值的交换，所以很多地方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啦。那中国大陆，我想最重要对金砖的期许，刚刚这个也提到了，他希望金砖是一个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跟人文金砖，好，来请教杨老师。我的感觉就是习近平参加这个会议，他跟主办国，那就是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丁的这个会谈，他不是真的只是在挺普丁或俄罗斯，我觉得习近平中国是在挺金砖，那这个意义就不一样。因为这个金砖现在已经是从5国变成10国，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大概这几个小时就确认会有13个伙伴国，新的伙伴国。也许今年不会再增加新的成员，但是明年可能会扩充。伙伴国光是在东南亚就包含了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跟越南，然后呢，欧洲呢有土耳其、
然后你看到的像是中南亚呢，像是古巴、玻利维亚、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尼日等等之类。所以它现在其实成员在扩散中，但它不会走向是过去冷战时候的一个另外的77集团，不会，它有点像是全球南方的 G7， 当然不止 7， 因为全球南方国家很多，但是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人口、土地跟它的这个 GDP 已经远远超过 G7， 但是呢，在财务、贸易GDP 上面还是跟 G7 不能够直接的这个拍板，它也不是要去取代，它只不过是说美国主导的 G7 主导的这个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太久，而且太以自己为中心，太自私了，所以呢，这个不只是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进不去，在 IMF 里面它的氛围很小。那全世界的南方国家都觉得美国太自私了，不管是升息也好，或者是各种东西，所以现在你看到就是这样子的发展，我觉得是一定的，大家会想要进来。所以马凯说的没错，它是日出俱乐部。那印度也看到这个情势的变化，所以呢，他这几个月尝试跟中国大陆在这个边境问题上大概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协议了。所以呢，23号的时候，昨天莫迪也跟习近平见了面。双方都知道自己本身的利益，尤其印度这几年发现到要找来外国的投资的时候，大家在这边设厂，发现到搞到最后，因为你要进口中国的零组件，要整合到中国供应链里面，就会印度设了好多限制，因为那个2020年的那个边境冲突，所以他现在要改善这个东西否则搞到后来印度只是到最后做一个组装 ，Made in India 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印度制造、印度的发展没有大的这个帮助，真正的实质利益。可是不要误会印度不是回心转意。你看他最近也在上合会拒绝就是"一带一路"，他也在最近跟美日印澳4个国家，就包含印度，在进行印度洋进行马拉巴尔的海军演习。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啦。但是呢，关键就是整个 G7， 我觉得面临这个挑战现在才开始。好，请教将军。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次这个金砖的峰会我认为最大的赢家是俄罗斯，因为第一个主办的地方就在俄罗斯的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克山，这个换句话说，就在俄罗斯这边做主办，然后参加的领袖有22个国家的元首参加，这个声势非常的浩大。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俄罗斯是受西方国家，尤其是先进工业国家所抵制。这一次办了一个这个金砖峰会之后，那么多的国家就亲自出席，而且东道主就是俄罗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给俄罗斯这方面的面子？第二个，虽然习近平过去了，吸引了非常多的媒体，但是也表示习近平对俄罗斯帮俄罗斯加持去了。对不对？俄罗斯派了战机护航护驾，那么就降落到机场，给足了这个习近平的面子。现在习近平亲自出席，刚好给拜登做加持。你看拜登不是给这个普丁做加持，那普丁是不是就赢了大面子了？你亲自过来，这个纡尊救驾，然后亲自帮我这边做加持，那普丁面子十足嘛。第三个，我们来看这一次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跨境支付的，我们讲的金砖之桥，就是这个全球支付系统。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那个 SWIFT 的系统关掉，对俄罗斯关掉，俄罗斯没办法跨境支付。那现在刚好有个金砖之桥，那金砖之桥这个跨境支付就帮俄罗斯达到了，就解脱了。那就解脱了，既然不能拿美元支付。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圈，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圈好，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顾立雄因为昨天在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在立法院讲，这个2024联合利剑逼就已经视同战争了。但是呢，后来好像是不是赶快紧急找了个台阶下？他又说了，他说如果呢中国大陆呢他们是封锁台海就是战争那这个国军将会采取一些这个应急作战阶段。但是呢，这个联合利剑是一个操演性质操演或是演练跟
实际的封控不同，开始跟你讲这个很复杂的它是全面的封锁，还是只是封控，又是有一点点差别了，可能又要找一个就是比较和缓的方式，把他刚刚前面的话圆回来了。那他说联合利剑是围台封控。但是呢，因为用这个演习的称呼，算是实演的操演的性质，没有详细的经纬度，也没有公告禁航区哦。那真正在封锁，在国际法的定义上面，是阻止所有国家的基建进出敌国的管辖的港口、机场或是海岸线的交战行动。那这通常是由军事主导的。那如果说呢，大家就依照他提出来的这个方式那如果大陆有让国际的一些船只通行，那到底算不算战争呢？算不算你讲的这个封控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这个定义很奇怪嘛？军事专家就认为，这个辜立雄你这个法律上面的见解虽然正确但是封锁台湾其实不等同封锁台海所以他本来讲说这个如果一旦封锁台湾这个各国是不会置身事外的。可是专家讲说，那台海如果都大家这些国际上的船只都还是可以进出，只是把台湾封起来的话，各国仍然有可能会置身事外那再来就是昨天的辽宁舰的动作，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相关的粉专也有关注。其实辽宁舰战斗群是绕了菲律宾一圈，然后后来也绕了台湾一圈目前是往北走，就是往日本的方向而前行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提到，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存在什么国防部、国防部长因为昨天这个顾立雄的回应，他们就讲说我们中国大陆的航母在自己的领土跟领海行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是非常强硬的回应了这个顾立雄。因为毕竟昨天顾立雄讲的就是2024B 就已经是战争了，已经拉高了这个调子了。那现在看起来要怎么样和缓呢？要怎么样让这个事情赶紧翻篇，不要停留在这样子的这个紧张氛围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有这样一篇长长的报道，要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说呢，台湾人不知情，海锋大队已经暴露了，原本被视为秘密的藏匿点，早就已经被中国大陆的情报给掌握了。而且如果是实战呢，我们的海锋大队将会在开战数秒之间被歼灭那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北京兰德讯息科技就披露出来，我方部署雄2、雄3反舰飞弹，还详细列出来各部队的阵地以及机动中队的位置，甚至推估各地的部署时间那这个兰德讯息科技呢，它没有使用任何外泄的机密跟尖端的骇客技术，但他怎么知道呢？他说全部都是由台湾人自行发现跟曝光，因为有些人就民众拍照上传有些网民他们就是拍照打卡，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风气是这样子嘛拍照打卡到 IG 上面、脸书上面，所以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都已经掌握到我们这些雄2、雄3的部署地点了。那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只需要把这些公开资源，比如说 Google 地图进行网上搜索，就可以比对出这些精确位置。因此呢，就有一些这个专家这个布朗大学解放军的专家这个哥斯坦，他就讲说这些武器其实台湾使用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他说并没有被明智的运用，可能会变得像是传统武器或是战车、战机一样，更容易被发现。许多人将台湾的防御战略建立在这些所谓的非对称武器之上，但是他们忽略台湾其实在远程精准打击的时代下是巨大而脆弱，就是我们那个观念没有跟上来。而且他说台湾当局跟军事高层还不愿意，就是或者是无法去面对现实。兰德讯息科技的文章发布之后数周，他说台湾的反应是什么呢？台湾几乎没有人在关注这事情只有少数的媒体报道，甚至轻描淡写的写说这叫做认知战啦这很熟悉我们常常听到绿媒都这样告诉我们那甚至台湾的官媒还引用了国防部相关的专家讲说，哎呀，中国是害怕我们的飞弹的，就是愚民政策嘛。那有一位要求匿名的是蔡政府时期的国安会前高级幕僚，
他语重心长，这一番话我们来听听看。他说，这种自负以拒绝承认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正是台湾国防以及国安高层的主流态度。那我们不是掩耳盗铃吗？我们就觉得，我看不到就好了，我只要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就好了。这都是认知作战。所有人只关心台湾购买那些华丽的武器并且假装拥有越多就越安全，他们错得很离谱。这是来自于蔡英文时期的国安这高级幕僚讲的一番话那他说，再多武器都没有办法弥补战术跟作战层面的不足跟无能，但是几乎没有人关心我们真正需要的改革。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都会出错，任何和平时期已经暴露给敌人的军队，在战争当中都会被销毁。那会怎么样的摧毁呢？数秒之间就摧毁那这个讲完，大家是不是觉得哇，原来就是好像大梦初醒的感觉？可是我们刚刚打电话去问总统府国安会都没有回应，然后国安会甚至讲说，你们怎么是节目制作的那么仓促啊？怎么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才来问？可是这个外交政策的报道，其实这1-2天他们已经早就看出来了，所以不懂为什么他们是反而指责制作单位。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顾立雄讲。现在因为隐匿敌被曝光，他说不用怕，他说因为呢这个战术位置不会只有在一处我们现在的部署也不是只有一个，只要做好了这个基层的训练管理工作相关的细节，我不告诉你。那另外我们现在真的是要靠别人嘛，因为美日正在军演，也同样叫利剑，日媒就想说这是在想定台湾有事，所以他们已经假设台湾很可能快要有事了嘛。那日本的自卫队出动了3万多人，然后舰艇30艘，战机250架，美军12000人，舰艇10艘，战机120架参加。可是我们没有被邀请那你看王定宇就去问了顾立雄这事情，说我们没有被邀请那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结果顾立雄告诉他们说这个笑着说，我们的利剑演习内容会不会透露太多啦？王定宇说，所以我们是以某种方式来了解利剑演习吗？顾立雄表示又笑着讲，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这个一团迷雾当中，他们聊完了这件事情。那台湾人有安心吗？并没有另外看到朝鲜半岛已经看到了苏凯35，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也是在密集的有一些飞行行动被记录下来了。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其实这个战争说这个顾立雄自己讲的对，他说事实上就等于在进入战争状态嘛，所以这个就表示他这个作为他现在是国防部长他这个自我认知能力太低了，讲话就是有一点点什么就好像就是说就是英文有一句话就叫 loose cannon， 就是说话非常不经大脑想随便乱讲，那讲错话以后呢，又变成一个律师，就很会狡辩。来怎么样？好，你辩赢了又怎么样？你造成的社会上面的这个社会成本、社会付出的成本，对社会人心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对，已经形成了。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一言足以上邦一言足以兴邦，这些都是一言足以上邦之辈对，你搞的这个凸显出自己之无能无所谓你造成社会这个不安。然后呢，这个驻外的代表讲话也不经意随便这样信口雌黄。我想这就象征就民进党的执政人才是不够的。不管这个训练跟专业经验都不足以堪大任这个才是台湾防卫上最大的问题。所有的东西都交给这些外行人在做，然后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那也不认真。然后呢，明明是国防部长，又一出问题，又变成像一个这个律师一样在那边辩论。打仗的时候不是靠嘴巴啦，打仗就是靠真刀真枪的。那人家这个其实美国这个报道其实就表示说台湾没有什么国防机密对，像我们在网络上常常看到介绍北部地区爱国者飞弹部署情况。然后你就点进去，你就看每一个这个我们爱国者防卫飞弹部署的，在台北在哪里在这个南港在哪里，在万里在哪里？你不但点进去可以看，而且可以看到它的阵地，看到每一个飞弹，那么它在阵地里面状况，这个就是觉得是相当的荒谬。你这些这么重要的这些防卫武器，你没有一点掩蔽设施吗？
全部就是人家用一个高空照相机全部看得清楚了，很多还是我们自己网友 PO 上去的，对，是不是用这个无人机啊，就没事就往上飞一飞，就把你摸得一干清清楚楚的。那我看我们这些这个比如说自由时报军武的他的报道就很有趣我觉得就是说他说要比如说频道，那鱼叉飞弹150公里射程守护南回线然后呢，台东营区2027年完工。你这鱼叉飞弹在台东营区，这种报道就这样报道。然后呢，台南、高雄、屏东、台东4县未来将形成该型飞弹系统大本营与雄风飞弹共同形成岸基反舰火力的南回线。这个是你拿来出来宣传的吗？有用吗？所以这个非常可怕。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些所谓的军事情报保密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修养都没有。然后呢，把这些军事情报当作怎么样？当作国内大内宣，开玩笑。这个现在真的很多事情形同儿戏还想打仗，让我这个怎么会对这个政府有信心呢？请教杨老师。这一次的联合利剑其实我想大家看的话都看得懂吧？它其实是很全面性的，它有区域具体的辽宁舰、东风飞弹然后呢，它有针对整个台湾的6块演习，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再加上海警的包围式的封岛的这个执法，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大陆对台湾采取一种叫做非攻击式的军事行动，非攻击性，也就是它不是炮弹落在任何我们的土地或者是军舰或者是公务船上面，而是它形成一种包围封锁的这种状态，那就是郭立雄讲的。所以他们大概现在也在研究，那怎么办？那他就已经宣布说，封锁台海就是战争。好。所以你宣布封锁台海就是战争，然后你说我们国军会有因应的作战阶段，那接下来就是因为他采取非攻击性的封锁，那你要采取这种首发的这种攻击吗？还是说你要去顶上去把那个封锁给顶破？这个讲到后来就有一点，其实要看怎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大家要知道封锁，一种叫做封锁台湾。封锁台海，这个意义不一样。我们这文稿里面有提到，封锁台湾只是针对性针对台湾进出相关的这些船舰或者是飞机，不管你是不是军还是民。那封锁台海就是所有外国的船舰，你都不得穿越飞越台湾海峡。如果甚至更扩大台湾的东岸的某一段这个距离，那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产生的冲击区域跟国际的冲击也不一样。那如果他要做的话，他不会去封锁台海，他可能采取的是封锁台湾第一阶段那接下来扩大就是封锁台海。第2种可能的封锁情况是海上封锁跟空中封锁。海上封锁你就看到是它针对的是船舰在海面上的航行，那空中呢就是航班，或者是军机。第3种的情况叫做海警封锁跟海军封锁。各位你要知道这个差别意义很大。而且我觉得他可能第一阶段采取的就是海警封锁，也就是这一次利剑演习当中所提到的海警环台的执法。那这个海警封锁，它是针对这个就是说船舰，当然，可是会不会只是针对军舰、执法舰、公务舰，当然都有可能。到了海军封锁，那就是战争行为了。然后呢，还有第4种。能源封锁还是经济封锁，它是针对你能源的进出，比较这个所谓的在点穴道的方式。这个穴道一点，我们大概只剩下7天了，最长13天。那经济封锁那就是完全的这个经济上的贸易的封锁。所以这4种封锁封锁台湾，封锁台海，然后呢海上封锁、空中封锁、海警封锁还是海军封锁，以及它是针对能源的封锁还是贸易的封锁。以上这些东西呢，当然不完全，而且有些会是重叠的，那它可能会采取不同阶段的。
国际社会可能会怎么反应？国际社会的媒体上一定会说：哇，你封锁半导体，因为你采取海警封锁或者是海上封锁，你就会影响到甚至空中封锁，也会影响到这些半导体的这个运送。还有呢，你是不是封锁经济？甚至他们国际媒体会说，你在封锁民主，你在封锁台湾民主。可是讲句实在话，除非是半导体的这个整个供应链受到严重的冲击，我觉得其他社会、其他国际社会上对这个中国大陆如果采取经济制裁的话，他们会遭受到报复的。为什么要为台湾的封锁，不管是哪一种，那遭受到报复？除非是半导体供应链已经产生全球性的冲击，但那个东西呢，真的只是一个程度跟迟早的问题而已。好，来请教将军。认为这些政客对这个建军大计跟两岸的情势的评估经常是避重就轻，粉饰太平，问题很多，但是都没有去解决，只想到做官，只想到选票，只想到捞钱。我认为这个非常要不得。那现在的整个的国军的战力是有史以来最低，士兵缺5万多人。你现在变成有官无兵，我认为部长赶快去招生招募，到大学、到高中，甚至赖清德要赶快去学校，赶快把他们补足。你现在没有补足这些自愿役绝对是主战部队，结果是打第1级的，结果现在缺的那么严重，你买再多的武器都没有用。所以我就认为，先把当务之急，先把这些士兵赶快补足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吹大牛不好。第二个，我认为是不是要提振士气？目前士气最低迷，我碰到好多的这些军人的朋友都在线上，他跟我讲，因为边线比不够，缺兵很严重，大家任务很吃重，休假非常不正常，士气非常低迷，怎么打仗呢？这样子，这部队这样子还没有开战就变成这个状况，怎么我们的国军在政客的领导之下变成这不堪呢？以前打下的几十年这个辛苦都到哪里去了？被政客玩掉了。我认为釜底抽薪，我们赶快做2件事情。第一个，赶快提升军人的待遇。你待遇那么少，一个2等兵不到4万块，谁要来当2等兵？然后没有2等兵就没有1等兵，就没有上等兵，你就没有士官就会不够。你怎么会这个样？赶快给这些基层的加薪加饷嘛！看美国对军人待遇那么高，新加坡对军人待遇那么好，以色列对军人待遇那么的优渥，为什么我们台湾对军人要那么吝啬？我认为对军人不要，对军人吝啬是国安最大的危机，因为大家不要来，结果大家也没有士气，也低迷，非常不好。另外最重要的，我希望赖清德或者是现在的这个部长，赶快出来对以前在联改的时候说军人是米虫，再赶快出来道歉，因为现在年轻人不可能来当米虫。你觉得在联改的时候说军人是米虫，那现在年轻人谁要来？所以造成现在招生招募那么多，还在继续下去。我认为赖清德也好，或现在的国防部长也好，赶快出来对当年对国军这种污蔑侮辱，说军人是米虫，赶快道歉认错，这才是釜底抽薪之计。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